做的鲜花饼做好了吗？你要喝了没有？那药太苦了。不过本座已经全喝完了，一滴也不剩。鲜花饼也快好了，我去拿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按我越族的规矩，感谢一个人，便要割自己的血，涂在那个人的脸上。本座十分感谢你。不要，这是你的血。本座猜到了你可能不喜欢血，所以已经换成朱砂了。我能不能不涂啊？不行，这是本座有生第一次感谢人，你不许拒绝本座。这么看，你完全是我们越族女子，谁也看不出你是水云天的仙女。你到底是要感谢我什么呀？感谢你，让本座脱胎换骨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从前本座无论杀多少人，杀什么人，就算是要杀父尊和兄弟，都毫无波澜。虽然活着，却如同行尸走肉。可现在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本座从前浑浑噩噩，但如今，本座懂了父尊的一片苦心，懂了我越族子民所受的苦，还懂了你对我的好，也懂了你有家难回的痛。所以，本座决定荡平水云天，杀光云中君那帮杂碎，杀光所有欺辱过你的人，把你的家抢回来，送给你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回水云天，回你真正的司命殿，还可以每天去云中水阁晒太阳、看日出，想做什么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房休息了。是不是忘川水寒，受凉了？我只是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你天天熬夜为本座煎药，当然累了。你干什么？本座要陪着你，照顾你。不用了，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。好好休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以为他情根恢复，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。可是，小兰花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居然痴心妄想，月尊会因为你而改变。
尊上，属下有罪。何罪之有？今日是寻找程影剑碎片的最后期限，可是属下还剩最后一个碎片没有找齐，请尊上降罪。免了。多谢尊上宽宏大度。还有何事？自从属下跟随尊上以来，凡尊上有命，属下无不肝脑涂地，从未懈怠。只是这次寻找程影剑碎片之事，属下其实什么？其实属下并未用尽全力去办。因为如果属下找齐碎片，重铸程影剑，尊上就会立刻杀了兰花仙子。属下一想到这里，心里就十分难过，所以属下有所懈怠，请尊上责罚。既然找不到，说不定这最后一块碎片早已毁为齑粉。我看这剑是铸不成，你也不用去找了，忙别的去吧。是。那已经找齐的碎片都扔了。是。殿下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古神兵程影剑的碎片。殿下果然好眼力，不过这还差最后一个碎片没有找齐，无法重铸。尊上让我把它拿去扔了。扔了？啊，扔了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既然兄尊不要，不如把它给我，说不定这最后一片我能找到呢。怎么，兄尊不要的东西都不能给我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殿下？是。不过，尊上说，最后一个碎片恐怕早已化为齑粉，找不起了。我想殿下就不用白白浪费功夫了。原以为兄尊派来的说客会是李元仙尊，没想到竟然是你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记挂仙君，担忧仙君在昊天塔里受苦，所以才求云中上神让我进塔探望的。不必多费口舌，回去告诉他，我对小兰花的心意绝不会变。他既心甘情愿和月族勾结成恩，仙君又何必如此记挂他？他是被东方青苍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，要怪只能怪我，当初太懦弱，不敢靠近他，保护他，让他对我，对水云天失望。仙君，你伤势虽已痊愈，但仙泽未复，万万不可再滞留塔中了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云中君并非真心想囚禁你，他肯让我进塔，分明是留了退路的。只要仙君肯和他认错，一定可以出去。认错？认什么错？难道喜欢一个人，想要保护他，这就是错吗？如果是，我宁愿一直错下去。长安仙君，你不要难过，他会跟你回来的。
我在天际镜中看到过，你与小兰花成婚。当真？天际镜是司命法器，他预言的事一定会成真。但我与神女有婚约，我如何才能娶小兰花？是在云梦泽，我看到的是你成了凡人，与小兰花成婚的场景。丹音，我求你，你既然能进他，就一定能帮我出去，对不对？求你帮我吧。你要做什么？跳下深水亭，下凡历劫。长河仙君，你疯了吗？劫数无常，一旦无法应应，你就可能灰飞烟灭，永远回不了水云天了。丹音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你不懂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爱过一个人。丹音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。丹音，谢谢你。若来生有缘再见，长河必以死报今日之恩。仙君说，我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滋味。这话错了。丹音知道，丹音比谁都清楚。我明明无父无母，怎么最近总是做这样的梦？原来是故人。我在书中看过，您认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灵。你是特殊的一个。我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奇怪，为何今日本座会觉得冷？尊上，你有业火附体，怎么会觉得冷呢？
话别闹了，赶紧走了。时辰还没到，要是我现在走的话，我这一上午的冻，岂不是白挨了？你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想把自己冻死啊？我要测真身，我一定要测出来，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冻几个时辰就能测出真身，怎么可能啊？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冻出个什么三长两短来，尊上非杀了我不可。我已经想过了，我既不是兰花草，更不是月族，说不定我就是被陈恒仙君刚收复，还没被纳入水云天八系的北冥冰川红景天。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别瞎折腾了。你看你脸都冻紫了。好了，走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找死也不用你这样吧。我也不是红景天，那我到底是什么？你是西山兰花草，本座不是早告诉过你吗？之前本座照书上养护你，十分有效，这说明你分明就是兰花草。可是圆规也没有验出来啊。或许是出错了呢。圆规从不出错。我看过我的真身，奇奇怪怪的，那叶子，那经脉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。原本我只是以为我就是一棵普通的小草，可现在，月尊大人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，本座一点也不在乎。本座只知道你不是无人问津的小草，你是三界之中本座最在乎、最重要的人。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留在本座身边，和本座永远在一起。不！你是月尊，你要荡平仙界，杀光水云天的人。他们把你当作叛徒，你却还把他们当成族人。只要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就够了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不可能背弃水云天的。那你要背弃本座吗？你到底要如何？你说呀，你到底要如何？你我本就两族有别，何来背弃一说？你是高高在上的月尊大人，而我只是一个连身份都弄不明白的小草。我们之间谈什么情，什么义？请月尊大人不要再在我身上下功夫了，我配不上这份尊荣。你说你与本座之间没有情谊，那你为何日日陪伴，为本座做那么多事情？是你让本座的七情复生，让本座有了感情牵挂。你现在是为什么？对不起。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是月族的领袖，担负着月族的使命。
我也一样。水云天是我的家，本座只想把你的家还给你。而且刚才你也说了，你可能根本就不是仙族。可我在乎的人，除了你之外，都在那儿。我问你，你踏入灵锁门时，长痕拦你，你会如何？杀了他。那我师父拦你，你会如何？即使你师父若肯归顺，本座饶他不死。倘若他执意不肯归顺，誓死要捍卫水云天呢？你就真的不能为了我放弃仙族吗？那你可以放弃月族的仇恨，放弃你对父亲和子民的承诺吗？兄尊，我已确认过他身上的业火伤痕，是赤地女子转世无疑。过了今日，我月族就能报仇雪恨了。兄尊，我就知道，你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兄尊还犹豫什么？住手！这是为何？为何元神取出后，并没有灰飞烟灭？不管神仙还是凡人，都有他的一页命簿，命簿上就写着他们的命运。我以前每天都坐在那里修命簿，不过不是这里啊，这些都是仿造的。真正的命格之术在水云天。哎，我知道，别打岔，继续说神仙历劫的事儿。神仙历劫为人的时候，每一世都有不同的命运，必须按照命簿上的命格师走完一世，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，才能算历劫成功。这么复杂？不复杂啊，我来给你打个比方吧。命簿就像我们看过的云梦泽的画本，命格师就是画本里的故事。画本里面会写这个凡人何时降生，何时中状元，何时娶妻生子。虽然命格师里不会像画本里写的那么详细，但也会写明一生必经的大事。所以，若写好此人在某年某月中状元当大官，但赶考途中遇到意外，误了考期，没当上状元，那这便是历劫失败，
对呀。那历劫失败又会怎样？轻则折损修为，重则灰飞烟灭。修为越是深厚的上仙，历劫就会越危险。那也就是说，假如一个上神去历劫，但还在婴儿时期就死了，那他的元神就会灰飞烟灭。是啊，所以除非有非去不可的理由，一般上神都不会轻易去历劫的。杰里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事情感兴趣？我记得以前向你抱怨修命部很麻烦的时候，你从来都不愿意听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房间还没打扫呢，你快去打扫打扫。我刚刚扫过。哎，那就再打扫一次，快去，快去，扫干净点啊。拜见尊上。原来如此。尊上，我已经把尊上想知道的事都问清楚了。那尊上以后，可不可以不要再总想着杀我了？半是锦绣半是尘，一舞惊鸿清露成。韶华等闲随烟柳，凭栏原叶闻笛声。断肠几欲飞仙去，偏逢萧郎结与人。缘定花朝思罗梦，红烛渐影断芳魂。若真按这诗中所言，那岂不是要等到花朝月夜婚礼之日，他死于那萧郎之手，我们才能取得元神？那仙子会不会是在诓骗我们，故意拖延时间？本座让杰离去旁敲侧击打听，就是为了不让他起疑。他既一无所知，又怎会故意诓骗？再者，此前元神的确快灰飞烟灭，与他的说辞亦能对上，不会有假。兄尊，迅风还有一事不解。此前兄尊留着那仙子是为了修好命簿，既然命簿已经修好，为何兄尊迟迟不杀他？本座不能杀他。为何？此事本座自有道理。你即刻送那婴孩去鹿城，务必不可耽误他完成历劫。是。杰离无力不起早，怎会无端打听上神历劫之事？若不是他好奇，那便是有人让他打听。谁还能使唤杰离为他办事呢？历劫。对了，命簿是东方青苍。杰离问的是上神，难道那个叫谢婉清的凡人是上神的历劫之身？可是水云天的上神屈指可数，若有上神去历劫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师父也没有对我提起过啊。这命簿又为何会一直藏在海市？半是锦绣，半是尘，一舞惊鸿清露成。韶华等闲随烟柳，凭栏原叶闻笛声。断肠几欲飞仙去，偏逢萧郎结与人。缘定花朝思罗梦，
红烛剑影，断芳魂。星魂之夜死在新郎的剑下，不，应该说是生生世世都死在最爱的人手中。好凄惨的命运。坐好了。谢婉清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为什么好像见过你？我又是谁？谢婉清，若他真是历劫上神，东方青苍对他的命部如此在意，是想通过命格师找到他，又命竭力特意向我打听取元神之事。他是要取这位上神的元神。小兰花，干什么呢？杰离，你不是去找商榷完齐了吗？怎么又回来啦？商榷陪月尊大人去云梦泽散心，要晚上才回来。唉，没劲。仙月界的时间与人间不同，他要离开好几个时辰，岂不是要在人间待上几个月？云梦泽，对啊，应该是你惹他生气了，所以躲着你吧。再说了，陆城那么繁华风流，可不比这积月宫好玩多了。陆城，一舞惊鸿倾陆城，是谢婉清历劫的陆城。杰离，云梦泽现在是何年何月？14年正月吧。怎么了？陆城，上元节，凭栏元夜，偏逢萧郎。对了，上元节正是谢婉清与命定之人相遇的动情之日，他一定是冲着谢婉清去的。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喂，想什么呢？杰离，收拾一下，我们也去陆城。真的？我们真去陆城啊？